今天呢，我们解密上站要聊一个 Lobia。我在推特上面看到很多人都说什么晚上如果你要吃泡面啊，然后让它变得非常高级，就是再加几片 Lobia 的和牛在上面，又不贵，又好吃。是，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日本这个财经跟政治的观察家来，Joe哥你好。大家好。Lobia 他说他在台湾迅速的崛起，而且在日本他靠了2招这从日本带回来的独门绝招来击败了，包括我们看到的全联跟大润发，到底是什么呢？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做，你看哦，它利润不会是第一，而且呢，它会整合上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为什么利润不是第一？因为呢，在过去 Lobia 的他们的一个老板，老老板他们那时候呢，刚好他就是那时候比较穷，因为刚开始就是战后啊，他希望大家呢都有那种，就你说可以吃到肉，那所以可以吃到肉，这是他一个他最主要想要做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后来呢，他自己开了肉商，他卖肉。他卖肉之后呢，其实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批价市场的时候，一只牛，他们是整只牛买进来，整只牛买进来，那个肉才会便宜。那问题出来了，一整只牛买进来之后，你怎么让它完美的被运用？你做牛尾汤，那然后牛内脏，包括那个老板最喜欢吃的香肠。你要把这些碎肉、绞肉全部你要把它运用起来，那你只有运用起来，你才能够把成本压低。对，你把成本压低之后，你才能够把利润拉出来。你把利润拉出来之后，你才能够把这利润分享给你的消费者。这就是整个 Lobia 最大的一个重点。那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怎么样，他去把这些肉过去在做的事情把它放进来之后，这也是现在在台湾的 Lobia 大家最喜欢去的，就是说去买和牛。对啊，对，那去买和牛你就发现哦，他买和牛他不是单纯哦，就是只有卖和牛的，比方说卖那个沙朗啦，卖哪些，他不是这样子而已，他还有去做其他和牛的香肠。没错，边角料，边角料他有做，而且呢，他把这边角料做完之后，他还帮你做便当。对，他做了便当之后，他整块给你哦，那这就是他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另外第二点是怎么样？观众一定知道，去 Lobia 一定要去买披萨。这个我在推上面有看到，他们说他们的披萨超好吃，而且蛮便宜，是不是200而已？200，没错。一般我们在讲说2大披萨店，同样大小是它的2倍。价格是它2倍，但是大小是一样，价格是2倍，所以他今天他成功的关键就是说回馈消费者嘛。那你把东西做大之后，那你要有个抓楼给，你要有个带路的东西。那有带路的东西，披萨它本身就是一个重点。那它能够在台湾爆红，又有哪一些的关键可能是它的重要因素呢？我们现在去超市就觉得说超市真的很无聊，对。然后你去超市，台湾的几个生鲜超市又你知道就被集团一直整并。虽然名字不一样，但东西都很像，就会加一个大之类的。对。那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其实这些超市也搞得很多台湾的当地的食品商其实非常不开心因为这些超市它只讲究一件事情，我就是要全国最低价。我们很开心啊。没有，你错了，其实你们都被骗了。是吗 ？A 超市的300ml 的确全国最低价但是呢，320ml 的这个绿茶在 B 超市。它一样是全国最低价，这样听得懂意思吗？是，就是厂商他们在玩所谓的这个规格游戏。对啊。那但是呢，在 Lobia 它就不一样。Lobia 他在做一件事情，你知道他们在进台湾的时候，他们有锁定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对，他说我不去谄媚台湾的消费者。这又回到我们之前曾经谈拉面的同样的概念。过去谄媚台湾消费者在做什么事情？就是叫做味千拉面。味千拉面怎么谄媚台湾的消费者？因为台湾人拉面不喜欢太咸，可能要放点豆芽菜，就变到最后那个不叫拉面，那叫什么？那阳春面阳春面嘛，对不对？台式的。对，那然后你发现后来进到台湾会成功的拉面都怎么成功的？要维持日式传统。对，所以 Lobia 他说我完全维持我的日式传统，所以它包括它的 POP、它的标示那些东西，全部都是维持所谓日式的这个风格。对，那维持日式风格之后，台湾就进去就开心啊，因为台湾人真的很喜欢日本。没错，在去年的那个日本的这个就是观光厅的统计里面全台湾4个台湾人里面。有1个人已经有去过日本，你们各位应该都已经有付出这样的数字。对，有，我们都有。而且你知道每一次去日本都每个平均花费是多少钱吗？多少？那20万上下吧。18万日币。18万，对，平均所以这就是一个他非常厉害的地方。团队建议给哲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
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在这一个就是 Lobia 里面呢，就我自己个人经验，因为我一般比方说我去 Donkey 啦，甚至去其他的 AB 超市，对，它那边的那个纳豆大概只有3、4种，对。那像我去 Lobia 的话，10几种，10几种，对，你就发现你去 Lobia， 其实你不是去超市，你是去哪里？你知道吗？伪出国，你是伪出国，然后呢，你去一个日本食品的一个主题乐园。哦，被你讲成这样，被你讲成这样，好像我们没有去，好像人生错失了什么样。真的，你们人生真的错失了很多。没有，我觉得我听到我的朋友们讲，我觉得最好的是，因为你看大家去好事多，你还要办会员，然后一次进去那个量都好大，我每次要买那个什么烤鸡什么东西，都要想说有没有人可以跟我分，但它分量比较小。它分量其实是蛮小的，对。但是所谓的分量小啊，这当中有2个说法。分量小是我们一个人，他可以给你一个人可以吃得饱，还跟大家推荐一个他的鲑鱼寿司。鲑鱼寿司，一般我们来讲，你今天来做工商的吗？没有，真的没有，一直讲我们很饿哎。对，因为那鲑鱼寿司那个肉哦，台湾的各个卖那个外带寿司的哦，没有一家能够赢过他的。对，那所以呢，就是这所有东西里面，他们的海产跟他们的肉，因为他们在走的就所谓的是一个生鲜食品超市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们其实把这个生鲜食品做到真的做好做透，你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是 Lobia 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对，可是在台湾呢，这样我们大家习惯的，包括了美式的好事多，台湾风格的，就是说全联。所以在这过程之中，那 Lobia 成功呢，就是他用什么方法？你看他们给他们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其实我们不能完全把它拿来跟全联跟家乐福来比。因为全联跟家乐福它有很多的街边店，所以呢 Lobia 我们应该把它称呼叫做百货的生鲜超市，对，那或者是叫做精品超市。那像在有一个叫做那个 Miacom 这个就是超市，它已经关了4家，但是 Lobia 它陆续的开，它现在已经开到第9家。对，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做法，而且呢，它很重要一点它整个单店开幕的营收可以破1亿啊，非常厉害吧？那这个是其他对手1年的业绩，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其实，在中秋节的时候，他曾经我们刚才不是提到和牛吗？对啊，他中秋节曾经卖了就是有3头和牛的肉，所以你就知道说 ，Lobia 他卖肉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本土超市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太制式了。我们是为了去超市而去超市，我们是为了去超商而去超商，但是去 Lobia。有一点点像我们之前节目在聊的那个 Donkey 唐吉诃德，对，就跟唐吉诃德一样，我们进去里面是要去玩耍，去找到有趣的东西，所以每一次去 Lobia 我都会觉得说，这个还蛮好玩的。当然，其实我还是觉得去逛全联还是蛮方便的啦，毕竟它就是有好邻居啊。对啊，对。但是我觉得 Lobia 很酷的一点，因为我是社群重度使用者，我发现他们的老板很爱在脆上面发文跟海巡。其实水源人质，因为他们老板他们在Lobia 在台湾的总经理叫水源人质那水源人质其实是一个非典型的日本商人，他一开始他就在脆。他一直在一直在等于说跟大家互动一直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 Lobia 能够瞬间在台湾它整个一个就是能够爆红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对，因为他会给情绪价值为什么讲给情绪价值？如果说客人在讲说我今天在讲说，你们这个南港店为什么没有那个草莓蛋糕？他说我们立刻补货。还有回他会回，而且他会海巡对，他海巡他不是只有去顾他自己家的，他只要看到有人去 take Lobia 被他看到，他就会立刻回。那甚至呢，他会告诉你说，我跟大家讲一下我那个过2天我要去泰国出差，回的可能会比较慢，他连这样都会回，这个情感诉求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水源人质也是因为这样关系，你知道他现在粉丝有多少人？5、6万的样子，6万人，6万人，你想想看在企业家算多对，而且是一个日本不会讲中文的一个，就是老板可能用 Google 翻译然后去翻译之后，然后去讲这些，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包括了因为。这个很有贴近所谓的台湾人的一个习惯，对，那种台日友好、台日那个情感的诉求，就整个就被加在上面。是，但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就 Lobia 它其实成功，它有很多原因不过我们再往回推一点点，我会谈到就是说，因为刚才我才听到原来 Lobia 以前是肉铺，对，可它从肉铺转型到现在的像是零售的巨人，它中间有经过多少次转折呢？这一家店他们真正的就是最原始是在1971年的时候，它叫做肉的宝屋。
肉的保护，然后专门是在卖肉商卖肉的这些。那后来呢，就慢慢的他的整个事业做大，因为你卖肉，你一定还是可以卖一些生鲜的东西嘛。那所以呢，他们就想说，那我们要不要成立做一个生鲜超市？所以他就成立了 Lobia。好，问题来了，大家一直在讲 Lobia， 那你知道 Lobia为什么叫做 Lobia？ 拉丁字根的话，那个 IA 就是什么什么的地方啦。对，罗马尼亚、波士尼亚、这个保加利亚，那个亚是什么地方？对，皮亚，对，皮亚，对。所以 Lobia 是什么的地方呢？就是低价的乌托邦啊 ，Low Price 那个乌托比亚。对，那所以呢，它是一个低价的乌托邦。对，那你就知道说，他们最主要想什么？要让你就是便宜、好吃、好用，所以叫做 Lobia。它在2011年的时候来成立，在日本全国展开了100家店之后呢，他就发现一件事情，我要开始走海外。一般来讲，日本的企业要走到海外去，他们第一个会做哪里？一定往中国走。但是他不是，他往台湾走。他往台湾走，而且他往台湾的台中。去台中？没错，2023年的时候，它改名叫做 OIC 叫欧一系。好好吃。对，好吃。你看它取名是不是都非常的在地化，非常的容易理解 ？Lobia，然后欧一系，它欧一系之后呢，它就开始要把它扩大成海外的一个市场。对，那这是它一个3阶段的一个进展。是。但是其实你进军海外啊，它当然要有一些布局的策略嘛。然后同时就是正如舅哥刚刚所说的，它那么成功，很容易会树大招风有没有一些争议事件？它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它在日本国内呢曾经被登上黑心企业的第1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呢，因为他们在有一家店里头啊，那员工他把那个就是东西的食品带走，然后忘记结账。员工说我忘记结账，就被店长发现，所以他就把他开除。但是开除的原因，他就在公布栏上面直接写窃盗。哇，那个人以后很难找工作。对，那因为他写窃盗之后，这件事情就被整个网络延上。网络说，今天你可以去惩罚员工，他也可能是忘记，但是你直接写窃盗，这对他来说，其实就像上华讲的，后面就很难找工作，因为这是人生的一个大污点。所以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在台湾其实也有一样的争议，在台湾的争议是什么？因为呢，那个我们在讲说水源人质他不是很喜欢在脆上面发讯息嘛，他就发了一个讯息说，我们要请那个 part time。那结果呢？这就是那个 part time 的薪资啊，比我们的最低薪资稍微高一点点而已。大家想说，你 Lobia赚的那么多，店一直开，为什么对那个 part time 的员工那么的苛？所以呢，这件事情也造成了我们在讲说 Lobia 它本身最近的一个延上事件。是，对。但尽管有这样的延上的话，他们还是一样积极在推展这个全球化嘛，对不对？那就跟你观察，它有哪一些策略呢？它的全球化呢，因为它除了推台湾之后，它第2站是往泰国去。因为呢，在整个东南亚市场，这个他们估算大概有7亿人的一个东南亚市场，所以他们就往泰国去开这个所谓的食品超市。那开食品超市，另外有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日本最近的畜产、水产跟农产呢，开始都往东南亚进军。对。那在东南亚进军之后，因为在泰国这边，包括水产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殖地区，所以在价格上也相对的可以变低。那对于 Lobia 来讲，这就是又跟市场能够接定，而且呢 ，OIC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从上游整合到下游，所以 OIC 底下的它的集团里面有7间公司，第1间公司他们本身就在做畜产跟都畜产、农产跟水产，然后在底下就是中间的话就是 Lobia 卖东西，在后面的话，他们现在甚至开始在开餐厅，所以呢，它是整套的，因为你买了一头牛，对不对？牛买了，当然你要怎么去做？你要把如果有餐厅可以去做的话，整个就可以消化掉了。这就是一个 OIC 最主要的一个策略。是。那既然他们现在都已经做得这么的好了，而且进军台湾呢，大家又很买单，那对于这些台湾的零售品牌就非常有压力，能够怎么突围呢？其实呢，台湾的零售品牌应该是这么讲哦，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把它整个切开了，就是说 Lobia 它本身呢，它在台湾有几个就是5大黄金策略。包括呢，就是他们会紧跟着这所谓的三井不动产去跟着这个一起在走，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做街边店，对，他们不做街边店的原因是因为有房子有土地的老板啊，基本上也比较难搞一点。对，那然后他跟着这个那个我们在讲说三井不动产他开的这个商场一起走，他只要对一个老板就好，他可以一起开，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它的在地化其实相当关键的。因为我们知道，像那个拉拉破斗在日本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在 B1 的商店就是美食街啊，美食街其实他们不愿意放那么多位置。但是如果你去南港的那个拉拉破，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个位置相当多。
那为什么会那么多？其实这个是台湾的 staff 去建议的。来LaLaport本来的想法是说，我今天我要平效，我当然是希望更多的店进来，我才能够卖得比较好啊。我若摆位置，开玩笑，那这卖不到钱，不是吗？那然后呢，他们就那个台湾的 staff 就跟他们建议，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摆位置的话，保证你食品卖不出去。那然后他就接受。那同样的 Lobia 呢，他在日本呢，他只收现金。他们 Lobia 在海外，像在台湾，他就可以接受 Apple Pay 啊、Line Pay，这也是他们在做在地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是觉得在台湾的这些企业，在台湾的超市，最大的问题应该去思考的是，你怎么去提供给你的那个就是客人、消费者有情绪价值。那然后呢，你怎么去因地制宜，给店长能够更多的一个裁量权？因为毕竟超市它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方圆大概2公里之内的消费者，那才是最关键的。上华刚才提到，你怎么去当好邻居？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现在台湾的这些超市，他们不要一直在追求所谓的最低价，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最低价其实是骗人的幌子。对，所以说你反而应该是把你的值跟量拉到一个好的一个平均点，这才是一个重点。Lobia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因为其实我们在最近的商战，我们讨论了包括有 Donkey 唐吉诃德，那也看到 Lobia，那这2个这个日本品牌，其实给台湾的这个超商通路很大的压力嘛，对不对？对。那就是台湾还有哪一些这个优势是日本超商没有的呢？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大的优势其实在水产。我们在讲地球温暖化，整个水温其实在往北走。那台湾的水产其实是有很强的一个竞争力。那其实呢，像在嘉义就有一种石斑鱼呢，其实我们知道石斑鱼很好吃嘛，但是呢，我们现在卖到日本的石斑鱼，我们还是在走就是什么台湾料理、中华料理。但是我就讲，其实石斑鱼可以做沙西米。那你必须要教日本人怎么去做沙西米啊。那所以台湾能够给日本学到的，就是说我如果要反攻回去的话，你今天就是要把台湾的水产教日本人怎么吃，因为石斑本身其实你做成沙西米其实是非常好吃的一个做法，但是为什么不去做？是，对，其实呢，我刚刚一直在讲这个和牛，其实想到我们也有石斑鱼啊，对不对？对，所以呢就不用怕 Lobia。其实我觉得本土品牌还是有反败为胜的机会。没错，谢谢九哥，谢谢。